昨天有聊到你有在学校社团，就是你有一个飞镖社团嘛，有个学校请你当社课老师这样子。现在高雄的正修科技大学，他们有飞镖社，大概创立2个学期了。那第1个学期不是我教的，那上个学期是他们也很荣幸，他们邀请我去当社团老师啦。你讲的真的蛮好懂。对，就像昨天你跟我讲那个拉手臂这个，对，就是你说你可以再示范一次，你昨天跟我讲。示范，我个人的理念是用左手好了。好，对，我会希望他们放镖的时候，比如说现在这是持镖的，你看这个是被按下去的力道，这是你持镖的力量。那你离手的时候，不是再用神经传达一个动作去放开它。我会希望他们从持镖的力量变成有到无而已。从持镖的围紧到放松，而不是围紧再做一次放开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子做放镖，用这样子做放镖。对，想象它从你的手上滑出去，就是你飞镖丢出去离手，可是手指完全不用张开，就是甚至中间的间隙也只是稍微打开而已，就是像这样啊。对，就是等于都没有上半部都没有动，然后让它自己飞出去。是的，就是当我自己是啊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要送镖，所以就变成这边去会用力。对，那你要怎么做到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又可以送它出去？一样都可以送它出去啊，是滑出去跟送出去。我就会请人家手指不要张开啊。你就会都这样，你就叫你丢，这样试，让你练习丢手指不要张开。对，因为你可以控制手指几分，取决于你到底准度可以到达多少。因为我们讲弱点，放点决定于弱点嘛。对，你的放的位置决定你飞镖打的水平线高低。通常是这么想的。可是你多这个放，你会多了一个动作去干扰它。从有到放松只是很简单的，但是从有你要再做一个动作，把它放得很漂亮，我觉得那更需要练习。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只是不习惯，可是我跟人家说，人家尝试了1-2个小时之后，慢慢就做得到了。因为你会不自觉的放轻你持镖的力量，你持镖的力量越小，其实你离手的手感，你的手指跟镖身刻痕的摩擦的感觉会更明显。对，你握得越紧，其实你越感受不到那些刻痕什么有的没的，因为你握得很紧啊。对啊，你都把它捏死，我都看到有人握到指节都发白了。对啊，握到指节都发白了。我想说，哇塞，他握什么刻痕有差吗？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刻痕啊。对，他握那么大力，他要刻痕干嘛？对不对？他握那么大力，他刻痕对他来说没有用处。好啊，那你可以说一下，就是你给学生的功课跟你自己的功课是什么？就你自己在练的功课。我自己在练习的功课吗？对，你自己在练习的功课，就是像比如说现在 TCO 打完嘛，那下一个大比赛之前，可能比赛前你会做什么功课？比赛前我会做功课。通常我开始一天的练镖的时候，我都会开一个单人的 cricket 板球，然后我们就15个回合都打红心，15个回合都打红心。以前我会看，比如说分数破1000还是破1200，那后来发现说那个其实有一点偏差，对，我后来会看帽子的数量，我自己的要求大概是15让会有10个帽子 ，OK， 15让10个帽子，15让10个帽子，我会觉得说 OK， 那我算是今天热身完了，今天的红心好像已经差不多了 ，OK 了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就会开始练，以前会练板球趴绕圈圈了，比如说20到15这样子，20到15，我们就打20。比如说7 mark， 你就可以换下一个洞，就换下一个洞，再换下一个洞。对。那看你能不能绕2圈。一样是投钱的情况下，15个回合，你这样绕2圈。对，绕2圈。就是有时候你打不好，你可能会卡在17，卡在16，然后就结束了。那我就觉得这样没有练习成功，这样就不完成，这样就没有完成。后来我会希望至少绕完1圈。后来
尽量绕2圈。绕2圈已经很屌了，绕2圈打完15 round大概6点多吧。对啊，差不多有。都要7 mark 这样。对，7 mark 绕2圈。那你会练那种移动的吗？马？会。那个要怎么练？后来我有想过说，这个功课有一点没有意义。因为一个地方你打越久，本来就越容易中。对啊。那我就觉得我往一个点一直猫，好像对我的练习没有帮助。然后我就练习每一回合都换，每一支标都换一个洞。每一支标都换一个洞。随意换吗？随意换。那你要打怎样才会？大概是5.5，一样是打完15 round，以5.5或然后希望有2支嘛。所以那过程是没关系的，过程没关系，但是结果你希望5.5以上。5.5以上，然后有个2支嘛，3支嘛更好的。他这样换位置的功课就算做。对，因为比赛中你最常面对的状况不是一个洞打3支，对，最常面对的状况是你要去关它，你要2支在同一个位置，1支在不同位置，甚至3支在不同位置，对，甚至是1支1支19，1支20，又1支19，对，比赛中需要的是你对位置转换的熟练度，你比赛很少。比赛需要打床的话，除了第1 round 跟第2 round 之外，后面打床其实打床都是劣势。你就是劣势，你才要打床啊。对不对？确实。你不劣势，你就是加关白马了。谈到功课好了，你可以给，因为刚刚是你自己的功课嘛，那你当然就是给选手的你自己选手你自己的功课，那给 A 级、B 级、C 级的分别给他们一些，你可能会跟学生讲你要做什么。学生讲做什么功课？比如说，我们以D2 10级以下来说的话，你板球都打红心，你就先试试看600、700、800，降低标准嘛。对啊，这个是最那个的。你通常都会建议打板球，你不会，我不喜欢打康尔本，打康尔本没有用啊。这个言论很严重哦。会吗？很多人在打康尔本，打康尔本分数不重要啊，重点是你中几支红心啊。是啦，你漏4支红心，你24支标嘛，你中20支红心也是破千。可是你漏5支也有机会破千啊，你那5支倒成一个50分，你也是破千了嘛。你觉得分数？对啊，你要的是看中红心数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会觉得可能15、16、17级这3个级数开始破千都是你该做到的事情。你热身完毕的状况下，你该做到的事情。确实。可是康尔本你很容易一下就没了。对，我们讲经济一点的，你8个回合都打完了，可是8个回合，比如说你打800、打900、打700，带给你的反馈其实差别很大。你打800多，你真的不知道你中几支，除非你有在算。因为大分小分嘛，有时候你3中1，有时候是90，有时候是54、55。对啊，51、52都有可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800分、900分，它对你来说没有差别，你不知道自己今天达到什么程度了。如果你要说算红心，我们算一个康尔本打到多少红心的话，那你干脆打板球好了，板球比较直接嘛。对啊，板球你可以看 mark 数，可以看你打了几个帽子，几个5 mark 来看啊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，是吗？我自己很少打康尔本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开始打标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很简单嘛，你20块打 quickie 就是15回合嘛，你康尔就是打8回合嘛，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在店里打的时候，我也是想要省钱。我一开始是为了省钱去做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，我想要省钱，那我用 quickie 打红心练红心这样，然后就被店里的人说那个没有用，就直接说那个没有用，你要这样，你只是开来听声音而已。就他那时候是这样跟我讲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菜嘛，我就听前辈这样讲，那我好，我就只能打他，就一直打他。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，可是你真的去问别的17级，你问他们破1000、破1100，对他们来说给他们的反馈是差不多的。破1100我也不会觉得多开心了。你要说真的1200，我又不是天天才1200。对。1200也没打过几次，因为我后期都不打康尔本了。所以我觉得我除了 CC1K 要打10次康尔本之外，我真的是没有在打康尔本。我觉得打那个摩什米罗用。
好棒、啊！没有，因为真的，你除了在店内刷榜有用之外啦，大家今天有人刷1000，我也要去刷一个1000。因为你今天讲这个，我就很开心啊，就证明刚打标的我是正确，就是你有多解释啊，就是说打 Quickie 练红心的目的也不是看分数，就是看你中红心数比较准，因为康二会算没有中红心数。也会算进去，所以就变不准。对啊，你看分数对你来说都是，不是说它没有用，是说你会不容易从800分或900分得知我今天做到什么程度。太棒了。那回到刚刚你要给西组10级以下的功课。10级以下，我就希望他打康二打红心。我觉得你12、13、10级开始，你再来练板球的 triple， 你会比较没那么挫折。10级以下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兴趣的培养期。你一开始就教他说练板球，他会练得很痛苦。他打15局打完2点多就无聊呢，他会没什么好玩的。对啊，可是你打红心，他中一颗红心他就很开心啊。对，哎呀，所以10级以下打，你会建议打个600、700，打个 Quick 红心，打个600、700，试试看做不做得到，做不到你再调低一点标准，做不到再调低一点标准，直到你发现，我真的调低一点标准500，我今天可以完成2、3次500了，那我再来慢慢做550或600。刚刚讲的都是10级以下的什么游戏？康二吗？还是没有板球 ？Quick 红心。哦 ，Quick 红心 ，OK。Quick 红心。10级以下的 Quick 红心，然后你讲那个分数。对，500左右，600左右，600多。其实那个蛮简单，没有那么难。好。那10级以上？10级以上，10级到，其实我觉得10级到14级是一个差不多的程度。你不要说10级啊，11级到14级是一个差不多。你说11级，他有没有打赢14级的机会？有啊。其实我觉得伯仲之间，没有差那么多。10个 match 里面，11级说不定也赢得了3、4场 match 啊。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觉得把这个当做一个区间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开始要他们试试看能不能破1000，红心破1000，那个板球红心破1000，板球红心试试看啦，能不能破1000，800、900也很不错。但可是我会希望他们注意一下帽子的数量。我会希望他们注意一下帽子的数量，帽子的数量很重要。因为我们这个运动是3支1回合，对，那你这个回合的连贯性。其实从这个你打多少帽子看得出来，确实，对，所以这是给11级到14级之间的功课，你就大概你能打个5、6个帽子，6、7个帽子，我觉得很棒。7个帽子很厉害，7个帽子代表你2回合出1个帽子，2回合出1个帽子，对啊，很猛。那5个帽子代表你3回合出1个帽子，3回合出1个帽子，这就是打板球红心练标的好处。你可以很容易的做除法。算出你现在大概是什么程度？我3回合打得出1个帽子，我平均2回合可以打1个帽子，这样子。好，那14级以上在突破了，14级以上在突破，14级以上突破，很多人都会卡在14、15级，我觉得15级算是一个坎了。对，稍微半脚踏入我们很多人就是我会觉得那个都叫开窍，就是你的身体熟悉这个运动了，你不用那么控制，你的控制力变强了，你说在14、15的阶段，对，我们对14跨15级，你稍微你要懂自己的理论，你自己怎么丢飞镖的，你的站点有没有固定，你的握法有没有固定，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你要固定了2、3项，你才有办法走进15级，当然不排除有些人靠天分，对，可是他的天分就代表说他的协调性好，跟他其实每次做起来都差不多，对，他没有很 focus， 他做起来都差不多，但是有些人往上碰到16、17又悬崖式下降，那就是他没有掌握好他的天分，他天分到那里了，我可以很轻松达到17级的数据。可是我没有把这些东西转化为文字，来给自己作为记录。然后你比如说4、5天学业工作，没有练标，你可能回来打，有一点点不一样了，可是你根本没察觉，因为你本来就没有用文字来
针对你自己啊，你怎么站的，你就是我就这样站，我就这样拿，我就这样丢。他们所有的东西就是那3个字，我就这样子，我就这样。就看红心打红心，站好，对，丢过去，手伸直，就这样，是吗？有些人有天分他就打得到，可是他如果想要维持久，他一定要去雕那些细节，他要把那些细节一个一个找出来，然后自己记好它，用他的方式去记好。所以你说你在状况很好的时候，你会把它想成文字，然后对自己默念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比赛中这些东西就可以帮助你克服你的紧张，这是你克服紧张的方式。对，你就是一直专心丢好每一支标，跟做好你每一个细节。我脚要站到这样子，我的脚站是对准哪里，有一个很明确的，我是对准那个位置，比如说对准红心，我的手举起来，我用来瞄准的线是哪一条？我用手的哪个位置来瞄准红心？瞄准好了，在这边，在这个地方要放开。一支标丢出去，我有没有放对位置？这样子。所以你刚刚在示范嘛，你的文字其实是这些嘛？对。那你这些文字的产生是你在等级很高的时候，你就想说把它，你做什么事情达到了，你把它慢慢的简化成一段话，然后自己跟自己讲。是这样，其实也是大概我14、15级遇到我师傅之后，因为我师傅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些东西讲出来，让我懂。因为我也曾经问过别的高手啊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很容易让我懂，可能是我资质不好，但是他们就会说，你就放松，你就没有丢好，你的手伸得不够漂亮。那何谓漂亮？何谓好？到底是做到什么事情才会中？没做到什么事情导致我这一标没中？我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。后来我遇到师傅，他跟我说，他可以很轻松跟我说身体该怎么做，手该怎么做，脚该怎么做，他把每一个东西都做出来。后来我就一般人是怎么找到要怎么做？找到怎么做？就是因为我们都是面对飞镖机嘛，我们很多东西。我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映射在飞镖机上面的。我的手对准飞镖机的什么位置，脚站什么位置，轨迹长怎么样子，都用你的身体跟飞镖机之间去做连结。你比赛你就不会忘记，比赛你就不容易忘记，至少你打不到，你可以马上知道，我没做到什么事情。对，有个小技巧啊，如果有人是脚是对红心的，因为 D2 的。打 D2 的话，它的前面脚踏垫下面正中间会有一颗螺丝，你只要对那颗螺丝那一个一定是红心，就是对角，就是应该是刚刚小白刚刚举的范例，就是映射在标机上，就是对，因为标机是死的，它不会变啊。因为有时候地毯会不一样，或者是甚至于打大比赛，它就是拉一条线而已，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个一条胶带，对，什么点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，我自己在对红线的时候，我一定就是找那一颗螺丝孔。它有一个现在 D3 更方便，D3就一条线。在 D3 更方便，确实。但是如果是大部分打大比赛，在台下还是打 D2 啦，就是你就找那个螺丝孔，然后它最左边跟最右边反正它有3个孔。你如果是站左边站右边，你也可以找。对啊，你可以用它来作为你的调整。影片结束了，我是陈一凡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 Leo Das 频道，谢谢。我要看，真的啊？爸爸都这样讲，真的，你妈妈叫你喜欢，快点啦，喜欢，没有，因为我是老幺，所以普遍都是被叫弟弟。单喜欢弟弟。妈的，我都